有一位观众他说《太傻天书》的那个作者他最后那公司破产，然后说他什么欠薪那些，那个是真的吗？这个真的假的我们也不知道啊。啊。但是就算是真的，我觉得跟他写的内容也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吧。这个大家自己去分辨就好了。那你就当这个作者抄袭的一本书也可以吧？我觉得，就你不要去管这个作者本身是高矮胖瘦啊，什么性格呀，什么这些生活作风啊，或怎么样，他写的这个内容才是最重要的吧？对，我觉得是这样。所以就有人说这个东西其实起始于很多人，比如说学佛的呀，或者信基督教的呀，他去看这样一个资料的时候，他会觉得不舒适，他会觉得这跟我之前学的一些观念是不一样的，或者说他觉得这里面的一些内容，写的不够按照他的那种，比如说比较简洁呀，或者简单明了啊，他可能有点啰嗦呀，或者就是等等等吧，大家对他是有不满的。那这种不满的话，他不是简单的说合上这本书，那我就不看了，或者就怎么样，它会变成一种，所谓的投射嘛。我要去批评他，批判他，然后去贬低他。实际上花很多精力在这种分离的事情上嘛，就是也是人类的一种爱好嘛，就是很正常啊。这个东西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就是你觉得它不好，这都没有问题。但是你每天去觉得它不好，然后你还要不停的去告诉别人它不好，那你觉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就是你的能量的一种投射呢？就你不喜欢一个人，也是一种自残的。对呀，对于那个人来说也是一种自残。是的，不喜欢一个人没有问题，但是你不喜欢他，你需要天天去提到他吗？然后你见人就要跟他说一遍吗？你觉得这个是一件好事吗？实际上就是那相当于把那个就是把人的坏的那个记忆又重新的加深。是的，人们就是说把负面的东西去加强，其实有的时候是无条件无理由的。你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就是我们去加强一个负能量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是不自知的。我们觉得我们讲的这种负能量的这种词汇，这种批判的声音振振有词，有理有据，但是那又怎么样呢？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了，不要去批判，不要去谴责，就完事儿了呀，对不对？你不要把能量放在那些上面，就算你说的都是对的，那又怎么样呢？这不还就是一个充满批判的一个世界而已吗？那么充满批判之后，下一步我们大家都知道会发生什么，就是那些，对吧？先是辩论，意见不合，然后就互相攻击，然后最后就上升到战争，然后你死我活，不还是那一套剧本吗？所以说人类永远不会改变的，这个模式它是停不下来的这都不重要这都不重要，就是谁说什么了，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的心决定的方向，或者说对错也不重要，你只有一种怎么说呢，就是灵性的体验吧，就是你的感受是最重要的。你学习一个东西它对不对不重要，它能不能给你带来改变才是最重要的。就像说我给你打一个比方，就是我以前忘了在哪听到的，说有一个老太太，她没有什么文化嘛，知识嘛，可能字都不认识，然后她就信佛，信得很虔诚，她每天就念那个咒语啊，或者念阿弥陀佛呀，念得特别好，然后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对吧？整个人的各方面都提升了，精神层次方面然后突然就有一个人过来，有一天指责她说，老太太你念的都是错的，你这个六字真言呢，你这个阿弥陀佛呀念法全都是错的， home money baby home， 对吧？说它里面有一个字那个 home 字它念成了牛字，那就类似于这种感觉嘛。对，你前面念了100多万遍一直都念错了，因为最后一个字错了。然后这种负能量，这种批判性的东西，直接就导致老太太的之前的这个修行的结果，她就相当于走火入魔了嘛。她一下子就很懊悔啊，或者就等等等吧，很愧疚啊之类的。那其实就是一个负能量的东西而已。后来那个人他意识到了这个之后，马上就告诉老太太，其实是我错了，他并没有错，就是念牛。你是对的，你一直都是对的。就后来老太太最后看到他眼睛里面又有光了，那间屋子又有佛光了。
对，其实你学完靠别 Super 这个系列之后，你就会全都明白，那些名称啊，那些形式啊，甚至你学没学过什么，那根本就一点点都不重要。上师已经很明确的告诉我们了，就是一个人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学过任何东西，但是他能保持着一生都是爱和不批判的一种人生态度，一种心态的话，那他的灵性提升是超越所有一切人的。比你学什么的、信什么教的都厉害得多，这就是上师给的一个结论呢。你是什么背景的，你学什么的，那根本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不能保持在爱的状态下、不批判的状态下过这一生，这才是真正对灵性有提升、有帮助的东西。对对，所以就有一些非洲的一些原住民嘛，他们说在欧洲殖民者来之前，我们都是不会撒谎的。因为我们都是那种返璞归真，那种小国寡民的那种状态，就是因为你没有什么善恶礼义廉耻的那种观念，所以那就不会有它的反面，我们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叫什么最那种真性情的状态。结果后来就是因为欧洲人来了之后，对，后来有了所谓的现代文明，然后你就会想强化一些纪律啊、一些标准啊、守时啊那些乱七八糟的，结果最后就搞得他们就为了迎合这种所谓的标准，然后就会来伪装自己。对对，所以说我觉得有的时候就遵循上师啊，或者说耶稣啊，或者说佛陀呀给我们的教诲就可以了。那其他的那些什么真真假假、对对错错的，我觉得我们作为普通人就也不是全能的嘛，对不对？我们无从去考究那些东西，我们就可以说把自己就放得低一点嘛，我们就谦虚一些。那就你觉得这个对你就学，你觉得不对那你就扔掉就完事儿了。我们没有必要站在道德的最高点，我们去批判某一个东西的对与错啊，或者说别人你学的这个好与不好啊，或者怎么样是正道还是邪道，去评判别人的话，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条邪路嘛，就不是一个正道哦。所以说只要是学的时间长的人心中都有答案。其实这些东西我也没有必要去讲在台面上，但是因为大家可能每个人阶段不一样嘛，不讲出来的可能有些人真的会受到很多一些信息的一些蛊惑，受到一些批判的声音的蛊惑，觉得说我批判我就是最厉害的。其实不是这样的，批判这个东西上师也讲了这个他说就是观点这个东西嘛，就像是某一个器官每个人都有，实际不是都是有价值的就观点这个东西本身不是有价值的东西，人人都有一个自己的观点你也可以觉得什么刘亦菲长得很丑什么碧昂斯唱功很烂，这个都没有问题，你就观点嘛，你只要你自己认为的那都是对的对吧？对对，而且他有时候如果是说批判的太强烈那个负能量最后就会像那个回旋镖一样，在某一天他投射到自己。上一次就是我跟 Leo 录了大概3个小时，结果后来就很混乱嘛，2个人的话没有时间限制，结果后来我也不知道该掐什么，然后后面他跟我说有一些太阴暗的话就是你怎么都放上去了，我不是让你处理的吗我说我已经剪的很多了呀。结果后来他告诉我几分几秒，因为它里面有涉及到那些生存政府嘛，他们就是涉及到一些献祭，一些台面上的一些政客或者是一些明星那些话题。对哎呀，就是吧，这个也没办法，个人选择吧，只能说。对，就你会看到太疯狂了为了得到这些物质名誉其实都很短暂的，这些东西这过后都会后悔的。对对，就一时的疯狂吧，算是。所以我们要多做节目，要开启大家的智慧嘛，不要让大家去牺牲很重要的东西，然后去换取并不是很重要的那些。但是就是油管的它这个生态它这个生态系统，就是我觉得现在网络它其实看了之后，它会让人永远都感觉不到满足，就是你会不断的有那个超链接嘛，你看了一个视频之后8个视频来推荐，
然后你再点开其中2个，又出来8个，结果最后可能有时候打开10-20个标签。这个就是太傻天书都已经提到了嘛，有一篇叫做信息的迷宫嘛，他就是说对，就是说人类就是会不停的去寻找信息，然后实际上的话我们只是在去寻找信息，我们不会去真的去学习和深度的去了解这些信息，只是走马观花的去东张西望的这样一种感觉。然后那个告别娑婆上师也说了，他说实际上我们人类一直是在这种就是吃到就是叫什么心灵的这种自助餐一样，就去学习各种灵修的资料，就吃得很饱很撑，但实际我们根本没有消化里面的内容。就大家都有，就是上师都有提到这些问题，确实。你开始录了吧？你已经录了吧？不让我录吗？我就一直都在录啊。那太好，对，因为这金句嘛，不忍心错过了。这是真的，就是你学很多灵修资料，你会发现他们都会去把所有我们会遇到的这些障碍啊、问题啊，其实他们都有提到，但是就是不知道，就是很多读者是不是很细心的去留意这些比较关键的信息所以我觉得重复学某一资料的必要性是非常大的，因为你只有在重复当中才能去一层一层的深入这个内容。就比如说我平时看电影的话，我就喜欢去重复看，因为重复看的话真的能看到很多的细节。第一次看你只是看一个剧情，看一个反转，但是第2次、第3次、第4次你就会注意到很多它的布景、它的道具、它的服装、它的这些台词的细节，然后它的故事微表情，对，其实非常有意思所以我给大家建议就是好的东西就去多去品味，多去回味，其实是很有好处的。对，你能不能举一些例子啊？比如说你看到了什么电影？电影电影我重看的就是比如说哈利波特系列的这个，对吧？这个非常的经典的一个全球最大的一个 IP 吧，这个东西就是说其实非常值得人去回味，因为它很多环环相扣的部分你看一次是绝对没有感觉的。需要多次的去品味，你才会明白从第1集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的那个他的那个邓布利多校长用的那个他自己做的一个上来就是一个那个道具叫什么来着，叫做吸灯器，好像是他可以把那个所有的灯的光收到那个里面去，然后到最后一集死亡哈利波特这个死亡圣器的这个最后一集嘛，校长邓布利多把这个东西留给了罗恩，然后罗恩最后去怎么样去使用这个道具，就他首尾呼应的是非常好的。就非常非常多的细节特别特别多。包括那个开心麻花沈腾他们演的那些电影，那细节道具，包括甚至说龙套的话，龙套的那些表情动作都非常的那个符合他的剧情。对，所以说一定要看多次，因为第一次肯定是看不全，只能看一个大概的一个剧情，把很多的精力都放在了那个台词上面，对吧？就是我们要不然看不懂嘛。但你看到第3、4遍的时候，就是很精彩了，就觉得有很多，包括你之前看了遗忘的部分，而且我看我就喜欢看重复的东西，比如说什么《甄嬛传》那都看 N 遍了，然后日本的动画片然后好多好多吧。其实我最近又重新去听那个就是那个告别娑婆了从第1部开始，我基本从第1部到第4部，然后一个循环嘛，然后我就会再从第1部，然后再听到第4部，然后就是已经循环了好几年了，已经。已经循环好几年了，但是你每一次听的时候，感觉都像是第一次听的感觉，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你永远在遗忘它里面的一些重要信息，然后你永远其实没有真的听懂他在说什么，然后每一次重新听的时候，你都会觉得你又深化了一点点它里面的内容，就是你和它产生的共鸣的那种感觉会更强。你第一次听你是觉得懵的，第2次听呢，你大概可能会觉得有些地方我好像理解了，第3次、第4次、第10次的时候，你就会开始产生共鸣，
然后你说它是洗脑吧，其实我觉得也不是，因为它就是有些概念你是需要时间去理解消化，然后通过观察生活中的一些你的心理活动啊，然后其他人的一些反应，你能总结出来，其实他说的就是对的。对对，就是我们先建立一个概念，然后带到生活中去检验它，我觉得就这样一个过程。对对，就从那个我住六经变成六经住我。这个是什么典故？六经就是那个45经的那个六经嘛，然后呢，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小时候读书，对，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古文吧。就我们一开始读那些经典古文的时候呢，都是想着给古文去做注释啊，然后说这是什么典故，那是什么典故。后来有了一定的阅历之后，再去读的时候，就会想到这句话他讲的是我之前的吸取的那个经验，这句话又完美的注释了我那一年发生的那个教训。这一段话我知道，太有共鸣了，就从我住六经变成六经住。对，就是真的，你去学习某一种知识、一种理论，最终你是要把它带到生活当中去使用啊，或者说为你提供一些帮助、注意。其实这个是很实际的。就是读书的话，因为今天我还跟你说了，其实读书重点不是完全在于读的要多么的多，或者说多么的广，从天文到地理，从古代到现在，这个我觉得作为兴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说你从对于自身的一个帮助，一个获益的话，就是我的角度理解的话，其实钻的比较深一些，其实是更有帮助的。就类似于说什么呢？就是咱们生活中经常说，你某一项技艺你达到一种很厉害的时候，其实它是反而是最值钱的。但是如果说你各方面都是比较不错的话，反而很难找出一个就是对于生存或者说成就来讲的话，可能这个东西它是不太容易找到一个巨大的亮点的。就比如说鹤立鸡群的那么一个闪光点。是因为我以前也是觉得，因为我也是多面手嘛，就是生活各个方面都挺感兴趣的。但是后来我们的领导啊，就建议我，其实你深耕一行挺重要的，就是在某一个行业当中坚持，是会让你越来越就是越有经验啊，技能越来越娴熟。后来反正坚持到现在吧，感觉确实是这样的，就是你只有专精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才能把它做得越来越好。对啊，就像我们这个 YouTube 频道之前，我每一个就他们说我广度很大，什么主题都试过，但是后来的话，我现在就专心灵性，深耕灵性这一个阶段这个其实你做频道的话，我觉得本身这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专注的事情，就是倒不一定说你就只做一个主题，一定就能做得多么多么的好。我是觉得只要你坚持去做这个频道，去做这件事情，你一定会找到更好的方法的。对，事实也证明你做的越来越好嘛，对不对？现在播放量开始往下走了，那很正常，就是比之前的峰值往下走了。我觉得像之前那个出体那个系列的那一波红利，我们已经算是吃完了那个流量红利。对，现在得找下一个话题了。它永远都不是说我这一个红利能吃一辈子的，那样的事也没有意思了，对吧？一定是螺旋式上升的。而且我对 YouTube 也不了解嘛，然后今年看的多了一些，看了一些其他人的频道，然后就发现那很多有那种几万的订阅量的，有几十万订阅量，都感觉大家的封面都是相互模仿的嘛，然后那个字的颜色呀、排列呀，基本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你看基本相似的这种封面标题，然后包括题材都是但是它的订阅量可能是十几倍的一个差距。所以说最后可能落实到说为什么差距会这么大呢？就是它的这个内容的质量能不能真正的吸引人留到最后。对，我觉得这是有关系的啊，因为咱们前期很多研究封面啊、标题这些确实是有用，但是它只是一时的作用，最终的能让你变成10万、100万的，一定是你的内容、你的质量你的很多很多其他方面的原因，一定不是一个标题、一个封面就能解决问题的。对，它会有一定的副作用。如果是专门为了流量的话，
就是其实也很没意思，也不是说所有的，我们只要找到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就很开心了。我觉得就是如果让我去做的话，我就会有头有尾，就是我做事情我一定要让它有一个完整性。我哪管说我这个东西没有流量，那我这个频道我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内涵在嘛。比如说我做了一个书，我就要从头做到尾，我不管它有没有人看。那我做心经讲解啊或者怎么样，我就从头做到尾，我就把我所有的想表达的，我能去用我的资源能力去收集到的东西，我就上传到我的频道上。就是你要有一种这种初心的话，其实它是能打动别人的。就是你作为一个上传者，你的诚意，别人是能感受到的。就你不能是一个新闻联播，对吧？今天地震了我就播地震，明天陨石来了我就播陨石有海啸，这样就感觉你这个东西是不专精的。专精的东西最终才能让人觉得我订阅你是对你的诚意的一个认可。对，所以我们就继续专精，还很年轻嘛，未来的路还很长，10年以后再看嘛。现在说什么都太早，只要坚持做，我觉得就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对，然后就是前面你说到读书嘛，哎呀，我真的是这一次搬家太惭愧了，我觉得至少有200本书，都没有看完，而且那个书有，我也是，有一些是朋友送的，或者说有一些是朋友送的，然后有些室友嘛扔也舍不得，而且我发现我这次搬家之后，真的有一些东西崭新的，比如说什么书啊、笔记本啊、洗发水、沐浴露啊、什么护手霜啊，那些东西。就是2-3年都没有开过，是塞到哪个箱子里面去了，然后就不知道了。然后我记得老高他有一期讲了叫断舍离吧，他说如果一个东西你超过1年甚至2年一次都没用过的话，那就可以把它扔掉了。第二的话，所有的那些包装啊、封面啊。那像就是不是我又想到视频封面了，就说你买的产品的买的商品的那些包装，那些东西基本上用完之后都也可以扔掉了。我就在想，要送朋友礼物的话，其实送吃的是最好的。当下专注当下体验享受了，那就开心了。不然的话，你像有一些朋友送我的一些贺卡呀，对吧？你放着的话也是占地方，但是扔的话我也舍不得，那还是把它放着。我虽然理论上是说要断舍离，但是我就是做不到嘛。然后后来我也反思了，为什么我那个书都没有看完呢？就是你像你要专精看完一本书，我一般都是有头有尾的嘛。我通常一本书看完之前不看第二本，所以比如说《太傻天书》看了3个月，那你说我这100多本书，那要看多长时间？而且第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的那个互联网嘛，很多时候去看视频，然后或者说有些社交媒体手机也是花了很多时间，结果导致那个书的话就不一定那个能够看完。然后再就是有的时候有一些那种形式上的一些无效的社交，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相当于包括你就是我们前面说那个学技术嘛，学那些有的时候要专心。我觉得有时候交友的时候也是的，与其是说交100个那种点头之交、泛泛之交，还不如就找到5个朋友，你能够跟他深度交流。我觉得质量是比大于数量的，这个东西真的很重要。就是哪管说你一生只有1个朋友，但是你真的是很深入的、很知己的，那也比你有100个，对吧？只能聊一些有的没的朋友强吧？是不是？对啊。其实有些东西不需要多，我觉得达到效果就可以。就像说快乐这个东西，因为我之前录音那个音量忘调了哈，应该是用不了，那个声音很小啊。现在基本我调大。就比如说快乐这个东西，我的理解就是，其实快乐不需要很广泛。那你有一个快乐，其实你的人生也很精彩。就不知道很多人理不理解这个概念，就很多人追求的是很多的快乐，其实快乐这个东西它的深度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有一些古代的这种人，他生活很枯燥嘛，但是他就是专精于书画或者醉心于诗歌等等之类的，他可能这一辈子只干这一件事情，但是他从那一件事情他得到了足够多的足够深度的这种快乐，其实也是非常精彩的。
和我们现代人拥有100种快乐的这种实际体验感是一样的。只不过因为我之前听你和你有去讲抖音嘛，什么这些短视频嘛，我一开始也是不喜欢短视频的，因为我知道它就是很短暂、很浅层的一种快乐，但是它确实是征服了全世界的人，这个无可厚非，它有它的价值。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讲的话，其实我对它还是有一定警惕性的，就是因为它只能获得比较浅层的、比较短暂的，但是方方面面很广泛的一种快乐，这个你能理解吗？就是为什么抖音短视频它会征服人们，因为它足够快餐，它足够方便，它足够就是说多元，我们可以在1个小时内看了可能50种类型的信息，对吧？有购物的，有讲电影的，有讲养生的、减肥的啊，有世界新闻，有突发事件，有什么外星人，就是你足够杂。但是我觉得这种娱乐它是很浅层的，就是每一种我们都吃了一点，就像说吃自助餐的感觉似的，每样东西你就吃一口你就饱了。但是这种饱和你那种去品味一种，比如说什么像日本人吃拉面那种，对吧？就是或者说吃烧烤啊，或者品酒啊，或者什么茶，对，或者喝某一种茶，喝某一种咖啡，或者就是自己去精心烹饪一种什么样的烘焙的一种，对吧？蛋糕、面包，其实它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让我每一天去吃自助餐，我是拒绝的，因为自助餐的快乐，我觉得它不可以是每一次都这样。那我每一次每一种东西都吃一口，我觉得就让我觉得也是不满足。我的深度没有得到满足。对，我最近在看就是一本那个英文的一个讲佛法的一本书，他就是说的嘛，他说所谓的那个有一个畜生道，它其实就是比喻人就是欲望太强的那些嘛，就是他说任何是说通过生理感官方面的那个欲望永远都不会满足，而且永远都是短暂的。但是如果是说你通过精神层面满足的那个欲望，也不说欲望，就精神层面的那种满足感，那才是长久的，是永恒的。包括就是在天主教里面，我昨天跟一位信天主教的一位朋友聊天嘛，他就讲到说那个亚当夏娃被踢出伊甸园的那个比喻，其实就是说他们有那种不满足感，有那种向外追寻的那种感觉，然后因为本身这个生命就是短暂的。就像一朵花一样，你那个目的的话，我们花开花谢其实就是服务他人呀，给那个种子来给他们蜂蜜然后给人类来观赏。其实我们人生也何尝不像一朵花一样的，迟早也是会有凋谢的一天。然后第二的话，我也想到了，就是读书啊，真的是其实还是说要做到精读与略读吧，就是你要有一个取舍，有的书它值得反复的玩味，有的书的话就是可以那个略读走马观花，有的书浅尝辄止，然后有的书其实也不需要看。我觉得就是我个人觉得有一类型的书啊，其实像那种他们说是如果是说人物传记的话，那个可以看，如果只能带一种类型的。但是像那种虚构类的小说，那基本上其实可能只有10%左右那种顶尖的那种成了经典，像什么《红楼梦》之类的吧，它成了经典。但是大多数那些普通作家写的，你要去看它的剧情，其实都是一样的套路，就跟韩剧那种，都是讲一个那个霸道总裁爱上我，然后印度的那宝莱坞的那剧就是一个穷小子，然后最后他在公司里面最后被那个相当于总裁的千金给看上了，然后最后逆袭翻身，都是有这一套的剧本。都是好像是有一个剧情。所以说商业电影有的时候它被人唾弃的原因，就是它只是满足了人们一个看热闹的需求，但是它并没有带给人那种深层次的感动啊、震撼啊，或者说带来人性的反思啊、价值观的这种多元化呀，或者说对于人生的一些思考吧。就是它经典的作品可能对人的这种影响可能是一生的。有一些音乐啊、影视啊，很多粉丝就说那个改变了我的一生，对吧？ Change my life 就外国人经常会这么说嘛，对一个作品最高的评价嘛，
就是啊，你的这首歌改变了我的人生，你的这个电影改变了我的人生，你的一句话可能改变了我的一生，就是最高的评价嘛。但是现在商业的这种模式，很明显它并不是这种取向的哦，它只是说想博人一个眼球而已。所以说这个东西，其实它就是两种价值，然后也没有对错好坏吧，只能说，那有的人他就喜欢去吃自助餐，有的人就是喜欢吃某一种特定的料理嘛，这个没有对错，只是说我觉得我是那种，没有办法完全天天去吃自助餐的人，但是我偶尔也会想体验一下嘛，也想丰富一下，但是我就是那种喜欢深度思考，喜欢深度去品味，作品的那种人啊，因为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也能得到一种，刷短视频得不到的那种快乐，对对。但是我们今天要继续我们的太傻天书，对不对？告别娑婆要开启吗？其实可以并行的，就是说我们那个，对啊，你相当于这个坑的话也是挖了很久，那反正那我必须要吊足胃口嘛。其实这个东西都是一样的啊。太傻天书它是一本工具书，我为什么说？开始咱俩去做这个对话，就上来就讲太傻天书，我都说了，太傻天书不是对我影响最深刻的，它对我的影响很大，但是它实际上不是让我最重复性那么强的一个东西，但是我是很认可它的，因为它是相当于一个字典一样的一本教科书级的这样一本灵修资料吧，它会给你讲得很明白，你处于某一个阶段。你需要的是什么？你遇到的障碍、迷惑等等等，他中国人写的嘛，更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更水土更服一些啊，更舒服一些，更实际一些。也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一个骄傲吧，我觉得就有这样的一个作者，这样一本广为流传的一本书。那么一个东西广为流传之后，它必然会有很多的负面的评价呀、质疑声啊，这个太正常了。就再成功的人，再成功的名人，他都有这种反对他的嘛。那为什么没有人反对我呢？那因为我不是名人嘛。所以说，所有出名的东西，你就记住，它一定是有不好的声音的。但是这个都不影响他的名气，这都不要紧。对，而且他有时候如果是说批判的太强烈啊，那个负能量最后就会像那个回旋镖一样，在某一天他投射到自己。对，他最后说出去的诅咒别人的话，又会过来反噬，会反噬自己。上师讲，就是说特别喜欢批判的人，其实本质上都是就是比较恨自己，就是因为太恨自己了，所以他受不了这个恨，他必须要不停的往外投射。所以说网上很多那种，不停的去，这种批判呐，或者说的好听的批判，对吧？我们经常在抖音上看到的更多的是骂人，对吧？然后，其实这样的人呢，他就是自己内心里的恨积攒的太多了。他要是不往外投的话，他真的是很难受。所以大家也去理解一下这样的人，他其实只是在做让自己比较舒服的事情而已。那真正就是说内心里比较富足的、比较有爱的这样的人，你很难想象他天天去骂这个骂那个吧，对吧？他可能没有太多的那种能量和精力。所以大家也要去。就像你说的，去同情那些还没有觉醒的人吧。但是我们绝对不是说我们觉醒了我们没有觉醒，我们只是在走向觉醒的路上而已。我们如果说觉悟了的话，也不会有这个身体了，也不会投胎到这个地球了就是这样一个状况。那咱觉悟的那种，就是那些灵魂，他们是没有身体的。它是纯能量体的状态吗？你说就是悟到了的灵魂呢？悟到了的灵魂，上师是这么解释的，就是他举了个例子，比如说像卯宿星团这些比较高层次的这些生命，他们就是已经不再进入轮回了。他们悟到了之后，那一生就是他们拥有肉体的最后一生，然后他们会不再轮回，出离轮回嘛，出离三界之外，然后回到天国嘛，然后他们的星球上的人就会因此而不停的去减少，因为可能他们那个的星球的阶段就是属于最高的一种阶段了，
投胎到那个阶段之后，如果说悟道之后，就不会再回来了。但是为什么说会越来越少呢？我的小小的理解是，因为像我们这样层次可能相对不是很高的灵体，我们还投不上去，就达不到那个世界的层次，所以他的那个世界会因为悟道的人越来越多，而星球的人数而逐渐减少。这个是上师说的。哎，对这个，对我也听说过，就是那种就是高灵体的那种文明嘛，它可能是那种能量体的状态，你都不需要肉身的，然后可以吗？那肯定那些欲望啊，或者说那种不满足感就会少。对，而且你要像光一样的话，你是可以穿越时空，对，穿越它的体验感是非常好的。对，然后就是我前2天还重温了一下老高说那个阿米的星星那个文明的那个讲解嘛，我以前也听过那个，然后他就说到说有太阳人嘛，太阳人的意识等级可能是1万，然后地球人的话好一些的可能是700，这样一个就是爱的等级嘛。然后太上天书也提到了说，第5密度、第6密度的这样的实体啊，这样的存在，它都是一团光，然后它会进出恒星，在恒星上去这种生活去体验，就是因为它能量很高嘛，它也那个地方对于它来说是更适合的地方，所以说各种资料都会有很多的共识，都是没有问题的。哇，太阳人，那是不是说太阳上的它有那种能量体，只不过因为我们现在感觉不到？对，就是达到太阳那个能到恒星当中去生活的灵体这种生命的话，一般是第5密度、第6密度的第4密度都是没有的，因为第4密度那个能量体可能是频率比较低然后它的这种就是都是能量体，但是能量体也分就是不同频率、不同层次的嘛。那越高的能量体，它可能能承受的这种温度啊、环境啊、辐射啊就越高一些。那你像我们人类第3密度的身体，那你100度的开水都受不了，对吧？对啊。哎，那海豚和鲸鱼，他们是能量体高吗？它和我们地球不是地球人不是一样的吗？就太上天书不解释了吗？都是第3密度的，咱们之间是相同等级的，相同阶段。因为说相同阶段。说海豚的话，就是你经常能够听说海豚救人的新闻，包括像鲸鱼，他们有时候在海里面，可能隔了2000多公里，可以就是可以它那个。那你觉得太上天书说的是真的吗？就是鲸和海豚和我们是一个等级的第3密度的生命灵性存在，你认可吗？或者说你对这个理论的认知有障碍吗？你觉得？因为就是泰尔天书的结尾，作者他说，他就是有一次去水族馆里面那个参观嘛，然后通过那个说有一个鲸鱼老师，还有30秒我天呐，说教会了他一首歌，然后那首歌就是北京奥运会的那个主题曲，刘欢老师唱的。好，我们接着这个话题聊我重新看一下。好，非常感谢剩下的章节呢，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